好，我们今天就来深入聊聊这个话题。说真的，自从那个 Napster 时代之后，音乐圈好像很久没有这么大的地震了。而这一次，生成式 AI 带来的冲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。从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，到我们怎么听到它，甚至是版权的游戏规则，全部都在改写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小小的技术更新，而是一场海啸，直接冲击了整个产业的结构。不管你是做音乐的，还是像我们一样只是听音乐的，其实都已经在这场风暴的中心了。对，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进步故事，这更像是一场决定音乐未来样貌的战争。你可以想象成两大高手在过招，一边是懂演算法、想建立新秩序的科技公司，另一边呢是紧紧抓着版权、保护现有江山的传统音乐产业。他们这一来一往，最终会决定一件事：音乐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？是一种传达情感很珍贵的艺术品，还是只是一堆可以被无限复制的数据而已？好，那我们就先从这场 AI 音乐海啸开始看起。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？简单来说，就是 AI 把做音乐的成本几乎降到零了。你想想看，以前你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，甚至好几天去编曲，现在呢，可能只要几秒钟，叮，一首歌就出来了。任何人只要有个点子，就能生出一首歌。那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网络上瞬间饱满了各式各样的 AI 歌曲，这就是所谓的内容海啸，而且它正狠狠地打在我们现在习惯的串流经济模式上。要搞懂这场海啸，我们得先来看看到底有哪些武器被丢进来了。基本上，现在市面上的音乐 AI 大概可以分成3种。第一种最猛的叫全生成式，像是 Suno、Udio 这些，你只要打几个字，跟他说你想要什么感觉的歌，比如说夏日午后慵懒的爵士乐，他就真的能给你一首完整的歌。这对那些做广告配乐、罐头音乐的人来说，哇，根本是末日等级的冲击。第二种叫风格迁移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歌手 Grimes 那个 Alpha Tech， 简单说就是它可以完美复制某个歌手的声音。这玩法很酷啦，但也超级危险，法律问题一大堆。那第三种就比较像是个超级助理，叫辅助制作，像是 Lala.i 这种工具，它可以帮制作人把人声、乐器分开，或是把混音弄得更好。效率是变高了没错，但同时也让取样这件事的界限变得很模糊。好，光说可能没什么感觉，我们来看一个数字，你就会知道这有多夸张，864000。你猜这是多久的量？不是1年，不是1个月，也不是1个礼拜，这是 AI 工具 Udio 平均1天，没错，就是1天能生出来的新歌数量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音乐的供给已经从以前的物以稀为贵，变成了无限量供应。这种内容通膨，直接让整个音乐产业最根本的赚钱方式，就是靠播放次数分钱的那个模式，快要撑不住了。你看这张图，它就讲了一个很矛盾，但也很残酷的事实。左边这边 AI 音乐这个市场本身，哇，成长的超快，预估到2023年会是个将近28亿美金的大饼。但你看右边，同一时间有研究就警告说，到了2028年，我们人类音乐人的收入可能会掉个27%。那谁会最先被冲击到？就是那种所谓的功能性音乐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睡觉听的、专心工作听的，或是咖啡厅放的那种背景音乐。说白了，你根本不在乎是谁做的，你只要那个氛围。那你想，这种东西 AI 可以零成本、无限量的做出来，人类当然就没戏唱了。好，那既然海啸都来了，站在第一排的串流平台，像是 Spotify， 他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没错，他们现在的角色变了。以前他们比较像是一个中立的图书馆，谁的书来了就上架。但现在不行了，他们必须变成一个守门员，开始筑起高墙，挡住这波洪水。那他们到底要守护什么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版税池被稀释了。
你可以这样想，我们每个月付的订阅费全部都进到一个超级大的游泳池里。以前是所有音乐人看谁的歌被听得多，就从这个池子里分钱。但现在突然有几百万首 AI 做的歌也跳进来，不管好听不好听都想来分钱。那结果就很明显了嘛，池子里的水被分得越来越稀，每个人能分到的钱自然就变少了。为了守住这个游泳池 ，Spotify 就祭出了3道防线，而且招招都很狠。第一招，设了一个门槛，你的歌在1年内至少要有1000次播放，才有资格分钱。这一下就砍掉了那些专门搞歌海战术的内容农场，他们想靠每一首歌赚个几毛钱的路，直接被堵死了。再来第二招，他们针对那些功能性噪音，像是什么下雨的声音啊、白噪音啊，故意把他们的版税价值调低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就是 AI 生成内容最大宗的地方。最后一招最绝的，如果抓到你在用假流量灌水，他们不是只把歌下架哦，他们是直接去罚那个帮你上传歌曲的发行商，这等于是把压力锅丢回给源头，让他们自己去管好。所以这3道防线的目的，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分钱规则，他们叫它以艺术家为中心的模式。你看，以前的玩法很简单，不管你的歌是怎么被听到的，每一次播放都算一样的钱。但现在完全不同了，价值被重新定义了。它设计了2种加倍奉还的机制。第一，如果你的歌是有真实粉丝基础的人在听，好，你的播放价值加倍。第二，如果粉丝不是随机听到，而是主动搜寻你的名字、你的歌名来听，哇，那价值再加倍。这背后的想法其实很聪明，平台等于是在说，嘿，音乐的价值不只是声音好听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你跟粉丝之间的连结，而这个东西恰恰是 AI 最难复制的。不过你想想，在串流平台这边改规则，顶多算是防守。真正的总决战其实是在法庭上打的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场可以说是决定整个 AI 音乐产业生死的世纪官司。那传统唱片公司这边的说法很简单直接，他们告 Sano、Udio 这些 AI 公司，说他们在训练 AI 的时候，根本就是偷了几百万首有版权的歌去喂 AI。他们的证据就是，你看 AI 有时候做出来的歌跟原曲像到一个不行，有时候连一些很细节的制作手法都一模一样。所以唱片公司就说，你这不叫学习风格，你这根本就是记忆然后复制贴上。那 AI 公司当然不是这样讲的，他们搬出了一个法律上的王牌，叫做合理使用。他们的辩护是说，我训练 AI 就像一个学生为了写论文要去图书馆看很多书一样，我是在分析数据学习模式，不是在抄袭。他们一直强调 AI 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转化过后的新作品，不是复制。他们甚至反过来咬一口，说唱片公司根本就是想用旧的版权法来卡死新的科技发展。所以你看，这场官司谁输谁赢，将会直接决定未来 AI 音乐这条路到底能走还是不能走。而且在这场官司的背后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则在影响这一切，就是美国版权局到现在都还坚持的，叫做人类作者原则。意思很简单，只有人类创作的东西才能有版权。所以如果有一首歌是100% AI 自己生成的，就算你下的指令再厉害，这首歌抱歉没有版权，它会直接变成公共财产，谁都可以拿去用。这下就有尴尬了，对不对？这就产生了一个超大的灰色地带。那如果我一个音乐人，我用 AI 生了一段旋律，然后我自己来填词，自己来编曲，那这首歌的版权到底算谁的？算多少？这就是现在所有在玩 AI 音乐的创作者都头痛到不行的法律迷宫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从经济、法律到技术，各方人马这样打来打去，整个音乐产业的未来好像就慢慢被推向了一个分裂的结局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正在成型的音乐的2种未来。这张图就把这个分裂的未来讲得非常清楚。基本上音乐会走向2个极端，一边是功能性音乐，
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些背景音乐啊、助眠音乐啊，会完全商品化，由 AI 大量制造，价值会低到趋近于零，就像打开水龙头就有的自来水一样，方便便宜，但你不会觉得它很珍贵。但在另外一个极端是精品音乐，这种音乐是由人类艺术家主导创作的，它有故事、有情感，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跟粉丝建立连结。在一个声音多到爆炸的时代，这种纯人类制造的东西，反而会因为稀有变得更有价值，甚至变成一种奢侈品。那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里，聪明的音乐人当然不会坐着等死，他们已经开始找出各种新的赚钱方法。比方说，有人就反过来想，既然你 AI 要学习，那我就把我的音乐授权给你，你付我学费，这就是所谓的数据级收益。那像 Grime 就更猛了，他直接把自己的 AI 声音变成一个品牌，开放给大家合作，然后五五分账。而很多顶尖的制作人，他们没有把 AI 当敌人，反而把它当成一个超强的伙伴，变成一个半人马，用 AI 来找灵感、做取样，让自己的创作力变得更强。聊到最后，这一切其实都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一个关于我们每一个听众的问题。当 AI 可以做出无限多首好听的歌之后，我们戴上耳机到底想听到的是什么？也许音乐的价值终究会回到它最原始的样子，那不是旋律多好听，节奏多复杂，而是背后那个人类的情感，是创作者跟听众之间那种看不见的连结。而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AI 永远也学不会的，也是我们按下播放键时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。